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如果你对加密货币感兴趣，可能听说过合约交易、永续合约、杠杆这些词，但是很多新手一上来就被这些专业名词搞晕，甚至一不小心就爆仓。那今天我就以一个2012年通过期货证书的投资者来讲一讲，什么是比特币永续合约，它是怎么运作的，以及新手应该如何安全上手。视频提到的一些工具或者是网站链接，我等下会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应该听说过币圈一天人间一年这句话，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交易了10几年，从来都不敢碰杠杆。自2021年第一次玩期货合约，后面到69K 做空比特币，118做空 Luna， 到后面15K 左右做多比特币，也是让我尝到了甜头。打工一辈子，还不如合约干一票大的。那什么是永续合约？首先要知道，永续合约是加密货币衍生品的一种，它和现货交易的区别在于，现货是你真正买到比特币，价格涨你就赚，跌你就亏。永续合约是一种合约，它允许你用杠杆放大收益，当然也放大风险。之所以叫永续，是因为它没有到期日，不像传统期货合约有结算日期，永续合约可以一直持有。前提是你如果在盈利的情况下，资金费率你如果可以接受，就可以一直持仓。就比如我1万5或者是2万左右做多的几笔多单，当然1年的资金费率算上你的总仓位下来的话，大约不到10%。所以永续合约之所以能和价格保持接近，就是靠这个机制，资金费率。简单来说，如果市场上面做多的人多，就要定期给做空的人一点费用，反之亦然，这让合约价格不会偏离太远。然后在进入实战之前，必须了解几个核心概念。首先是杠杆，杠杆它允许你以小额的资金放大仓位，比如10倍的杠杆就是放大10倍的收益与风险。举例，你如果用100 USDT 开10倍杠杆的仓位，就相当于你持有1000 USDT 的比特币头寸。如果它涨1%，你赚10%，但如果跌1%，你也亏10%。所以它如果涨10%，你赚100%，但是它如果跌不到9%，你有可能就会被强制平仓，等于是亏损100%。然后第二个概念，也就是保证金，就是你的押金当价格触及清算线时，你的仓位会被强制平掉，这个叫做爆仓。然后第三个概念，也就是多单或者是空单，看涨比特币你就开多单，看跌那你就开空单。永续合约能让你无论涨跌都有机会盈利。然后第四个点，也就是强平价，如果价格达到这一个点，你的保证金不够维持你仓位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平仓。然后我今天来做一个实际操作的演练，我们今天就以欧易交易所来讲一讲如何在交易中操作或者是这一个永续合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OKX 的主页，在主页这边我们可以点击这边交易，然后这边它有现货交易，我今天就不讲了。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合约，合约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它这边有 USDT 本位的合约，或者是币本位的合约。当然这个币本位合约不是今天讲的重点内容，不过它的操作方法跟这一个 USDT 其实都一样的，只是币本位是在2-3年之前，就是比特币如果你有看到下跌1年的时间，或者是你手上不想拥有那一个法币，也就是你坚定看涨比特币或者是某一个币的时候，你想现货也赚，合约也赚。就比如我当时25K 左右做的几笔多单，或者是比特币 USDT 永续合约。那我们在这边点击进去，然后我们来到这个页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上也有几个重点啊。首先这边它同样也是有显示，比如说 USDT 本位还是币本位，而且 USDT 本位如果你有收藏某一个币种，比如说比特币对 USDT 永续合约，然后我们看一下右边的这个窗口，特别是这一块区域，比如我们是要选择开仓，开仓下方这边有一个选项，你是要选主仓还是要选全仓？当然我一般是建议新手你应该要选主仓，而不是选全仓。主仓的意思就比如说你这边有一个转入的资金，比如说你转了几千 U 进来，然后这边几千 U 的资金
你可以拿来当保证金。每一次比如说这边在开仓的时候，你成本比如说要下个1000U或者是500U，我目前还没下，就比如说你这一笔要开500U的保证金，然后去做多或者是做空比特币，然后在这边生成一笔当前的仓位，而且这一笔仓位只是你目前的这个$500当做一个保证金，万一这$500输完以后，你账户上面的其他的资产不会被充当保证金。但是如果你开的不是主仓，而是开全仓的情况下，那比如说你现在的资金有$2000，然后你开的保证金是500保证金，去做多比特币也好，或者是做空比特币也好，然后这边生成一笔当前的仓位，你开全仓的情况下，它的保证金除了你这一笔500的单子，剩下的这一些资产上面的资金也会当做全仓充当为保证金。那万一如果市场的价格波动跟你开的单子相反的情况下，你把这一个$500输完以后，有可能就是全仓的情况下，会把你账户上面的其他资金甚至其他的代币都有可能会充当为保证金。那万一市场一直朝你相反的方向去波动，把你这$500清算完以后，有可能会把你账户上面的其他资产全部清算。所以一般新手的话，我是建议你不要开全仓。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在这边选择你的杠杆。一般新手的话，我是建议你不然就1到5倍或者是3倍以内，当然我有时候一般是10倍左右。一般建议不要高杠杆，因为杠杆越高或者是越贪婪，有可能爆仓价格会离得你越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步，也就是当你这边保证金选择完以后，你要选择做多或者是做空。然后还有一点，也就是你开仓的时候，你在这边也可以选择市价委托或者是限价委托，或者是限价委托你也可以选择点击最优价。那比如说我这边也是想开个$500，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很多新手为什么进入市场，包括一些现货上面，为什么在这个市场里面会输钱？因为进入市场的第一心态，或者是每一次进场之前没有考虑到输钱的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同样在这一个交易市场，特别是期货，而且是放大杠杆在这边交易的情况下，任何一笔订单你都要先考虑，我这一笔订单进场输多少钱，那我就出局，而不是开了一些杠杆止损也不设，或者是我开个低倍2倍的杠杆止损也不设。就比如1011的那一个恐慌的下跌，很多山寨币跌幅60%、70%、80%甚至90%的都有。那你如果不设止损的情况下，你开2倍的杠杆都完全有可能把你的资产全部爆仓。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这边的止盈跟止损。比如说我这一笔500U，然后点击一下上面的价格，我一般操盘的手法就是马上计算一下，如果跌到105000，我会输多少？那比如说我开个$1000，直接在这边已经成交了。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几个显示啊，一个是就是这一笔单子它是什么合约，或者是杠杆是多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重点，也就是这边会显示你的保证金是多少，而且一定要再复查一下你到底是主仓还是全仓。然后还有一点，平时要去留一下比特币的资金费率。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这个网站，如果比特币价格在上涨的时候，一般资金费率是正的，所以如果你看到资金费率是正的情况下，也就是我们平时每天要去留一下自己开单的这一个保证金，每天有没有在减少，减少多少，那我们每天补多少进去就可以，因为这样子可以防止就是如果你这个保证金越减越少，越减越少，减到最后最终不能维持这一笔多单的情况下，那这一个它有可能会给你，也就是自动平仓掉。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重点，也就是这一个预估强平价，就是你这一笔10倍做多或者是$900多做多的这个比特币，它跌到这个价格，就是这一笔主仓$900多，系统会全部给你自动平仓掉，除非你去增加这个保证金。当然我不建议就是新手们这样子操作，就是你该设的止损跌到这个位置，
那就让它系统给你自动止损掉。然后还有一点，比如说这一笔单子，如果目前是盈利的情况下，你想平仓的情况下，也可以在这边直接点击平仓，然后按市价全部平仓。所以刚刚简单演示了一下，也就是期货或者是合约，也就是我们在入门操作中应该所需要注意的一些内容。如果有不足的话，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当然，合约交易它是高风险的工具，并不是稳赚的捷径。有以下几点务必要记住：不要满仓梭哈，留有余力是生存的关键。控制杠杆倍数，新手尽量低杠杆练手。